第74章不请自来。在后面的几天之内，萧炎几乎是整天守着药鼎之边，虽然日子过得极为辛苦，不过那满满一那戒的疗伤药却是让他在休息之余觉得颇为欣慰。当然，值得一提的还是在接近5天持续不断的炼药之中，萧炎体内的斗气竟然也是在不知不觉间雄浑了许多，按现在的程度，恐怕已经到达了斗者一星。而在这双重鼓舞之下，萧炎也终于是咬着牙熬了过来。在萧炎躲在山洞中咬牙炼药之时，乌坦城中萧家与加列家族间的气氛也是越来越紧绷。2天前，加列家族更是瞧准时机，开出了种种对商户极为有利的条件，顿时本来还在观望的那些商户大半都开始转头向加列家族的方式。对于加列家族这几乎是想从根本上动摇萧家根基的措施，萧家的高层在暴怒之余几乎都开始动起了杀心。妈的，不能再忍下去了，短短5天之内，我们萧家利润起码损失了5-6成，再这样下去，所有的方式都将会倒闭。议事厅内，3长老满脸凶光，怒声道。大厅之中，家族中地位不低的族人都是全部坐于此处，阴沉的脸色显示出他们心头的怒火。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大长老缓缓地吐了一口气，道：虽然米特尔拍卖场的古尼大师替我们家族炼制了上百瓶疗伤药，可这点数量太少，根本不可能与加列家族那种庞大数量相比。短时间内倒还可以和加列家族僵持，可一旦时间过长，疗伤药销售完毕，我们又得回到以前的尴尬境地。叹了一口气，大长老苦笑道：虽说如果古尼肯全力相助，一定能在数量上耗死加列家族的那名1品炼药师，可他毕竟是米特尔拍卖场的人，他们一向很少介入家族间的战斗，如今能做到这步已经很让人意外了。坐于首位的萧战脸色阴沉地点了点头。加列家族所售的疗伤药品阶虽然极为低级，不过却胜在量大，价格也便宜，最合那些常在刀口添血的佣兵们的胃口。如果我们也能请到一位1品炼药师，那就能和他们相抗衡了。大厅中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句。闻言，萧战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乌坦城的炼药师极少，想要请到那些自视甚高的家伙谈何容易。这次的加列家族也不知道踩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真的弄来了一位炼药师相助。大厅的角落位置处，萧玉与萧宁等家族年轻一辈的族人也是坐于其中，望着自家长辈那阴沉的脸色，他们也是不敢胡乱插嘴，气氛沉默而压抑。姐，那1品炼药师真这么强？竟然把我们萧家搞成这样？有些耐不住沉闷的气氛，萧宁轻声地询问着身旁的萧玉。闻言，萧玉低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低声道：炼药师的确是一种得天独厚的职业，一名1品的炼药师实力顶多在斗者级别，若是正面拼杀，家族中随便一位长辈都能轻松杀了他。可炼药师的可怕处却并非是正面战斗，他们能够炼制出让人为之疯狂的神奇丹药，而有了这些丹药，他们就拥有了无以伦比的号召力。为了得到这些丹药，很多强者都愿意为炼药师充当马前卒。在斗气大陆上，很多人都把炼药师比喻成毒蜂窝，只要一捅，他立马能找来无数打手。想想被上百强者群殴的场面吧，那就算打不死你，恐怕也得活生生的累死你。想起那种群殴的场面，萧宁先是打了个寒战，旋即满脸现急。别妄想了，想要成为炼药师的条件是如何的苛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种几率简直比天上掉馅饼还小。白了萧宁一眼，萧玉毫不客气地泼了他一盆冷水。被萧玉的打击得有些萎靡，萧宁撇嘴道：恐怕我们整个萧家还真没那福气出一个炼药师。闻言，萧玉刚欲点头，脑海中却是极其突兀地跳进了一位黑衫少年，看少年的模样似乎正是萧炎。狠狠地甩了甩头，萧玉心头嘀咕道：怎么会想起那小混蛋？哼，以那家伙的人品，若能成为炼药师，恐怕这世界上的炼药师就不值钱了。在心中将萧炎诅咒了一番之后，萧玉将目光投向靠窗的角落，那里青衣少女正安静地捧着一本厚厚的古朴书籍，仙指偶尔翻开书页，眼波流转，平静淡雅的模样引来附近不少同龄人的偷偷注视。多好的女孩，可怎么偏偏
对那小混蛋青睐有加啊。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萧玉再次保持着沉默，静坐在窗边。虽然将心神沉入书籍之中，可薛儿也能察觉到大厅中的压抑气氛，柳眉微蹙。不管如何说，他也在萧家待了10多年，而且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算是因为萧炎的缘故，他也不会真的任由萧家被家烈家族打击的永无翻身之地。唉，希望那些家伙不会太过分吧。心中轻叹了一口气，薛儿再次将目光投向书页，没有萧炎在身旁，他几乎都不想开口说话。就在大厅内议论计策之时，一名家族护卫匆匆地跑进，躬声报道：族长，外面有一位黑袍人，说是有些合作事宜，想找族长详谈。闻言，萧战以及几位长老都是一愣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阴沉的脸色猛然腾起狂喜，几人同时猛地站起身来，急喝道：快请！望见萧战以及3位长老这模样，大厅中的所有人都是有些惊愕，随即面面相觑。呵呵，不用请了，萧族长进来可好？老头，我可是不请自来了。萧战的声音刚刚落下，苍老的笑声便是从门外朗笑传来。随着声音的传进，一道笼罩在黑色大斗篷之下的人影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不急不缓地渡进了大厅。在黑袍人进门的那一刹，一直沉浸在书籍之中的薛儿柳眉忽然一挑，缓缓地抬起小脸，秋水眸子紧紧地盯着进门的黑袍。